高血糖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如果不好好控制的话，很可能会引发糖尿病以及其他并发症。那控制血糖除了用胰岛素外，也可以试试下面这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苦荞茶。苦荞茶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能软化血管，促进胰岛细胞恢复。血糖高的人经常喝点苦荞茶，能有效的降低血糖，保护血管健康。第二种，绿萝花。绿萝花是常见的食材，营养价值很高。绿萝花中含有很多活性因子，能刺激胰岛素分泌，辅助降压和降糖。所以没事多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第三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是一种中药材，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对于有咽炎的人，用它泡水喝，可以清热解毒、止咳化痰。除此之外，罗汉果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蛋白质以及糖苷，能帮助降低血糖，预防并发症。所以血糖高的人就可以常用这3、5泡水喝，这样能够防止血糖升高，帮助预防糖尿病。血压在中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，高血压的危害很大，可以说是长寿路上的绊脚石。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保健工作。若能做好下面这3件事，有助控制好血压。第一件事，调节好情绪。个人情绪对血压有很大影响，如果本身血压比较高，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情绪，比如过于兴奋或者是生气，都会使血压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情绪波动大。第二件事，调整好饮食。血压高的人最好少吃盐，如果盐摄入过多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除了我们经常吃到的调味料食盐外，还有一些含盐分比较多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，这样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第3件事，按时服用降压药。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降压药，要长期坚持服用，这样才能控制好血压。即使血压稳定了，也不能够擅自停药，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要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平时还要少烟少酒，适量的运动，多测量自己的血压。只有这些都做到了，那么血压也不敢走。再生活调节好了，那家里肯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剩下的食物。有的人说呢，隔夜的食物不能吃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隔夜都不能吃，那下面这2种食物隔夜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吃。第一种，肉类。肉类食物含有的维生素比较少，大多是蛋白质和矿物质，所以呢，肉类隔夜以后营养成分流失的也非常少，并且不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所以隔夜的肉类大家可以放心吃，如果扔掉就太浪费了。第二种，瓜类蔬菜。瓜类蔬菜和绿叶蔬菜不同，绿叶蔬菜隔夜后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但瓜类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很低，像黄瓜呀、丝瓜呀、冬瓜等，这些隔夜后还是可以放心吃的。秋天干燥，容易伤肺，使人出现咳嗽胸闷气短咽喉痛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养肺呢？下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大鱼际。大鱼际呢，在手上大拇指根部隆起的这个地方。大鱼际是肺经上的穴位，和呼吸器官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按摩时可以呢10个手指交叉，然后用大拇指向前推这里，推50下，再推另一只手，要感觉到有酸胀感。按摩大鱼际能帮助提高心肺功能，对缓解咳嗽、胸闷气短、咽喉肿痛有很好的效果。那想要养肺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时刻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这样对肺脏健康有帮助哦。肝脏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，那如果肝脏不舒服了，除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外，在饮食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，不妨常喝1种水吧。五味子泡水。五味子呢颜色很好看，通常用来煲汤、泡水。五味子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经常吃能够帮助修复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了多喝水，还可以常吃2物。第一种，菠菜。菠菜里含有很多维生素，那肝不好的朋友经常吃，能够帮助肝脏恢复正常运转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第二种，胡萝卜。
胡萝卜呀，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。常吃一些胡萝卜，不仅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，也能够促进肝脏排毒，养护肝脏的健康。我国的茶文化呀，源远流长。虽然喝茶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你喝对了养生，喝不对那就对身体有害了。那下面的这3种茶，希望你尽量少喝。第一种，变质的茶叶。如果茶叶放久了，就可能会出现变质发霉的情况，这时啊，一定要扔掉。如果喝了这样的茶叶，很容易使霉菌进入身体，对身体健康不好。第二种，隔夜的茶，一般存放超过12小时的茶叶就是隔夜茶了。这样的茶叶也尽量不要喝，因为隔夜茶可能存在细菌，喝多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第3种，过浓的茶。很多人平时喜欢喝一些浓茶，认为这样啊对身体好。其实如果茶太浓，很容易对肾脏造成伤害，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虽然说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不是随便喝喝就可以了。喝水也是有讲究的，3个时间最好别喝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睡觉之前大量喝水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吃完之后容易喝很多水，然后就洗睡觉了。晚上喝太多的水，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而且还容易使人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同时还会造成水肿的情况。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，不过适当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。剧烈运动后喝大量水，因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很多人就容易感觉到渴，然后喝大量的水，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对心脏健康不利。所以剧烈运动完之后10分钟再喝少量的水是最好的。饭后喝大量的水，很多人吃完饭后马上就会来一大杯水，这样很容易降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症状。所以大家吃完饭后尽量先不要喝水，可以半小时以后再喝。喝水是免费的长寿药，如果喝对了，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。那上面这3个错误，希望你尽量避免。长期吃黑枸杞有什么好处？2类人最好不要碰，对健康不利。好处1，可以美容养颜。黑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维生素，经常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好处2，可以预防脱发。生活中很多人呀会有脱发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吃一些黑枸杞。黑枸杞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和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防脱生发的效果。好处3，可以改善睡眠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不好的人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几粒黑枸杞，有养心安神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改善睡眠。所以经常吃黑枸杞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对于黑枸杞，大家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0克。那有2类人是不宜吃黑枸杞的。第一种，脾胃虚弱的人。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吃黑枸杞，很容易出现拉肚子、消化不良等情况，所以建议这类人最好不要吃。第2种，血糖高的人。因为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糖分，所以建议血糖高的人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吃黑枸杞。那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，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，减肥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，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，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2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2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秋天呢，真的是一个空气干燥、灰尘比较大的时候，那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能时不时的听到有人清清嗓子、咳嗽2声。
所以啊，这时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一下。那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吧。这个方法就是用菊花泡茶喝。菊花呀，性寒，有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、消炎止咳的作用。那嗓子不舒服、经常咳嗽的朋友，将菊花晒干了之后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滋润肺部，改善咽喉不适的情况。而且菊花呢很清香，还能够帮助清新口气哦。不过呀，菊花性寒，所以呢，冬天总是手脚冰凉的朋友就不要喝太多了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